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周一证实，美国海军一架 F-35C 舰载机在南海海域意外撞上了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航母的甲板，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造成7人受伤。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是美国海军 F-35C 的第1起坠机事故。而就在本周末，美国海军还高调在南海及周边秀肌肉。不仅联合日本举行海上演习，摆出5航母的大合影，还把 F-35C 的集结作为最大卖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 F-35C 的坠机事故也让外界大跌眼镜。据报道，事故发生时，这架 F-35C 战机正进行日常飞行训练，在降落卡尔文森号航母时发生事故，飞行员弹射逃生后从水中被救起，目前情况稳定。甲板上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被送到菲律宾接受治疗，另外3人留在航母上接受救治。美国军事网站 The Drive 报道称，美国海军拒绝证实或否认 F-35C 战机是坠入南海还是留在航母甲板上。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仅表示，事故原因及战机状况正在调查中。有军事观察人士根据美方公布的消息判断，这架 F-35C 舰载机在着舰时，阻拦索在勾住机身之后突然断裂，飞行员选择弹射逃生，而断裂的钢索直接横扫航空母舰飞行甲板上的6名美国海军工作人员，导致他们受伤。飞行员在弹射后摔入海里，被美军 MH-60RS 海鹰反潜直升机救起。据悉，美国海军航母配备有大批搜救反潜直升机，海鹰直升机已经多次捞起事故后逃生的飞行员。我们说这一次的事故是在降落的时候出现的事故，那么不得不让人回忆起之前 F-35C 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那个着舰钩的可靠性问题。我们说航母的起降事故是难免出现的，但是呢，这个 F-35C 的起降规模、起降的频率是不是到了可能很容易出事故的情况，还是说有限的起降中也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故？这个要看美国海军自己的调查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卡尔文森号是美国海军率先搭载 F-35C 战斗机的航母，这次也是 F-35C 的第1次坠机事故，距离首次上舰时间仅有5个月。F-35C 是第5代战机 F-35的舰载机型，也是专为航空母舰量身设计的舰载机。它的价格高昂，即使经过多轮降价，目前的单价仍然在9000万美元左右。根据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说法， F-35C 战机拥有加固的起落架和折叠机翼，以适应在航母上部署。另外，这款飞机相比同系列的 F-35A 拥有更大的有效载荷和更大的作战半径。2019年4月，日本一架 F-35A 战机坠入日本北部的太平洋，飞行员遇难。那次事故成为 F-35系列战机的首次坠毁事故。今年1月4号，韩国空军的一架 F-35A 战机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起落架发生电子故障，飞行员被迫以机腹着陆。韩国军方随即宣布整个 F-35机队停飞，以待调查结果出炉。韩国国防部10天后宣布，初步查明原因是 F-35A 战机在低空飞行时与鸟类相撞，导致机载系统发生故障。有军事专家指出，鸟类的撞击导致航电系统故障，进而让起落架无法正常运作，这显然是高科技犯下的一个低级错误。事故令韩军损失惨重，因为 F-35的机腹为了容纳弹舱等蒙皮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凸起，这些在迫降中必然会挤压变形，严重的话整个机身底部蒙皮都得更换。而带有昂贵隐身材料涂层的 F-35蒙皮价值不菲。2021年11月，一架部署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的 F-35B 战机起飞不久后坠海，飞行员安全弹射。当时这艘航母是结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后返航途中发生的事故，而战机残骸最近才从地中海捞了出来。据报道，英国 F-35B 战机在地中海坠毁，一度让英国和美国相当紧张，因为担心残骸被俄罗斯获得。因此，这次在南海首摔的 F-35C 战斗机到底有没有坠入大海，也成为外界的观察点。此次美军 F-35C 战机在南海发生坠机事故颇具戏剧性，因为在事故发生时，美国正联合日本在南海及其周边大秀肌肉，而 F-35战斗机的集结正是这场秀的最大卖点。2021年8月，卡尔文森号航母从母港圣迭戈起航时，携带了一个中队，也就是10架 F-35C 战机，率先实现了搭载 F-35C 战机进行实战部署。美国海军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上周末，卡尔文森号航母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在南海进行了高调的双航母行动。
上周六，这2艘航母还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日向号直升机母舰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演习。美国海军协会网站周日公布的演习照片，展现了罕见的5航母合影，并特别发布了舰载机编队飞越参演战舰的照片，摆拍意图明显。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称，这次演习是迄今为止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35最大一次集结，共有26架。美媒近日来不断吹嘘称，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在印太地区部署5代机数量最多的一次。但是马上26架的 F-35的编队现在就变成 F-25了。那么如果说下一步 F-35C 在暂时的停飞，那么就只剩下6架了。而且这6架 F-35B 也是刚刚英国那边调了1架的情况下，就到底这个5代机能飞到什么程度，大家也都不知道。那么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还没这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它看起来的纸面实力是很强，但是实际上到底在实战中能爆发出什么水平，这个很有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美海军王牌5倍 F-35C 舰载机航母降落时出事了，而且事故呢就发生在美军正大肆秀肌肉的南海海域。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这起意外呢，我的看法是适应性训练中的插曲，不必上纲上线。毕竟 F-35C 形成初始战力已经过了2年半，技术还是相对有把握的。现在呢，我们要观察美国 F-35C 及其航母打击群究竟想在我们面前形成什么样的心智战斗力？苏联解体，美国自认为今后只剩下中小国家威胁自己的海外利益，连带的，美海军在省钱的考虑下，走上了与空军发展 F-35联合战斗机的道路，并且要接受这种飞机较小的载荷。可如今呢，美国再度把中俄当成了大国竞争对手，要求舰载机重新具备当年 F-4鬼怪那般的远程超级炸弹卡车能力。可是木已成舟， F-35C 已经技术定型，美海军今后能做的恐怕只能是战术战法创新了。请注意， F-35C 带更多的弹药就会存在安全悖论，这是美海军最挠头的地方。请注意，着舰钩是舰载机主要的特征，美国舰载机的着舰钩技术也算最成熟了，可用到 F-35C 身上就麻烦了。您注意到没有， F-35C 是单发机，着舰钩就不能布置在传统双发机的喷嘴之间位置，只能放到 F-35C 的喷嘴段的机腹位置，目的是避免干扰。可这样呢，就导致了 F-35C 的着舰钩比常规舰载机更接近主起落架。之前的测试就发现，航母的阻拦索被 F-35C 的前轮压过后会产生波动，让紧随其后的着舰钩难以勾住。到如今，无论生产商洛马还是美军，都只能靠修改着舰钩形状，还有数字飞控精确控制油门，让飞行员像玩杂技一样落到航母上。这一切就导致了 F-35C 更难携带重磅武器出战了。